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看了的一吻一巴掌名场面，我有几个小问题想问问。面对离别的时候，为什么两个人都选择了口是心非的伤害彼此，而且两个人生气的点还不太一样？感觉我们这种就是这场戏里边，常玉跟谢征这种吵架的点，大家都能共情，因为很多的吵架都这样。对，吵架都这样，两个人会嘴硬。就是反正就是对方说到话有些刺耳了，但是也不明说对方怎么样，也不明说自己的心情，然后就都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是啊，是。咋了？是观众们都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我们俩年纪也到了。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曾导的那个想法会更多一点。要把包袱扔给我。之前林鹤说过，曾导很会拍强制爱嘛，正好这段也是剧中强制感最浓的一段。导演在拍摄时是怎么给你们导戏的呢？林克，亲上去啊，亲上去啊，就是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就这样的。真的，他很会去拍那些我们俩那种情感的拉扯，也不能说强制爱吧，其实就是当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两个人又很爱对方的时候那种感觉。你们经常在拍摄时会现挂吗？那有没有哪一场戏和导演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我们应该每一场戏都有在这种细节上打磨。对，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就说确实是拍第一场吻戏，但不是这一场，是后边的那个有个纱窗，然后还把那个东西摁破的那个，还记得吗？那时候导演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火的一个什么翻面啊，是不是？还记得吧？我当时也是说，哎，不如先试一下吧。结果他们就哇就来了，我说哦，不用调，好开心，就不用我怎么努力。然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会啊？他说，其实我们已经很熟了，就是不用重新培养感情，可能就。剧中还有很多非常唯美的吻戏，两位觉得最戳自己的是哪一场呢？最戳自己的，陈皮糖巴掌吻、勾魂、窗户，真的是各种吻哎。我喜欢陈皮糖吻。我也喜欢。是为什么呢？可能当时那个环境激发起少男少女内心的悸动，那种在狭小空间里感情弥漫得更加浓烈，还被人打断了。对，因为你看巴掌吻、勾魂吻或者是窗户纸吻，他们都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环境里面去产生这样的他们当下的情感纠葛。但是只有陈皮糖吻不太一样的，就是他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就是单纯的没有那么多感情拉扯的，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就是被对方所吸引的，就是想吻他是我唯一的目的。老指甲呀，老指甲。曾导觉得呢，最喜欢自己设计的哪一场吻戏？其实我也挺喜欢陈皮糖吻。那我们钟玉 CP 的吻戏在指导时有什么特点？还是干脆就直接放手交给他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放手不管的，理论上来说，只是会可能就是要拍的好看一些，需要找点角度，对，就会轻轻会告诉他们，转过去那边一点，但是呢，他们的嘴又亲在一起，让他转过去，那可能就有点难度，他们就要配合一下，就不能停。其实我们拍吻戏的时候是很多人说，清场、安静什么拍，其实我们不是的。我们拍吻戏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在监视器面前打断他们的，其实是。哦，你拍过谁还要清场啊？拍吻戏？因为你们会嘛，就是说你们是会的 ，OK。很多人会就这么多人其实会有人会尴尬，会有点尴尬。接下来我们快一起来看大家期待已久的掉马时刻吧。哦。对了，你是到兵第几营，跟的哪位将领啊？左卫军第3营。这个戏是，但凡不是两个人都心虚，早就戳破了。是啊，你也心虚，他也心虚。对，主要是
主要是太明显了他在军营里的身份。给要了。严正，我不能让你有事。这小碎步倒的，这太好笑了，家人们。你夫婿他能同意？他被我迷晕了。我的妈呀！伊森可是如此莽撞，你知不知道他对真人大战有多重要？他连个武长都不是。哎，这是日系调的色吗？没有拍的时候就调了那个，就把那个白平衡是吧？白平衡调蓝了一点。好好看哦，这色调，有时候冷一点会更像，质感有质感。对它残酷一点看起来。对，对。哦呦，你们这些都没看过的是吧？对，没看过。我看过，我通配的时候看过，但是我没看过调色版。你是原版是吧？对，颜色一调就感觉，不一样。嗯。常玉真的好帅啊，感觉一拳击飞蛾也不在话下。你小心点。掉马了，这真的是掉马。王好，提着音箱就来了。我提着音箱来。雨落地，庙堂谁弹起？等风起，天在手大意。这是时期。大家不会觉得常玉笨笨的吧？为什么呀？很可爱啊。没有，就觉得一直没有发现王侯的身份。救命啊！这个 BGM 太贴了，这BGM。这其实是小说里面非常高冷的一个戏。对。完了，真是非常封神的一场戏啊！首先问一下常玉，为什么这里一看到谢征拔腿就跑了呢？能说啥呀？气的吧？不记得是。能说啥呀？气跑。他也不是跑，他就是想离这个人远一点，离王侯远一点，就是一时信息素涌入我的大脑。对，这毕竟欺骗了他嘛，也算是就是没告诉他实话。其实这个可能是对彼此太信任了。对啊。一下子有点难以接受，对吧？那谢征有没有非常后悔没有早点坦白自己的身份呢？当然后悔，而且我觉得谢征在前面无数次肯定想过，想跟他坦白他的身份，但是没办法，因为他真的害怕他的身份坦白之后，第一个樊长玉会跟他会有误会，第二个就是我的身份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对，就还是担心他吧，但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这怎么说呢？这个事儿，那有设想过什么时候坦白吗？谢征的目的，谢征的想做的事儿，其实就是查清楚自己的，咋了？其实我觉得，我又来了。其实我觉得他在军营里面见到樊长玉的时候是个意外，就是他没想过会在这个地方遇到他，就可能他的自己内心的剧本应该是去打完仗了，我真处理完了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死，我就会去找他。这个是他自己编好的剧本，但是一旦有人过来打破了这个剧本的时候，束手无策。其实在这段时间当中，他是懵着的，是，然后忽然之间又有一种失而复得的